我坐过牢，我真的很后悔。我是小老婆生的儿子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是警察，但是我很怕死。男生们向前走，男生们不言笑。你嫌我不够温柔，又要我硬起拳头。什么叫做今生的后？埋怨我不说感受，却要我默默承受，练习着不让眼泪流。学会做你的 hero， 在你身后，管他坏人或怪兽，都不是我对手。不败的男生高爱飞手，做你温暖的港口。不败的男生心似白头，有生命坚持守候。不败的男生勇敢昂首，做你骄傲的理由。不败的男生奋力战斗，用生命扛起所有。男生们向前走。那只要你从我这爬过去，我就放你一条生路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不服啊？你不是吃了豹子胆什么都敢做，连我老婆都敢碰。现在要你从我胯下爬过去，你就不敢？我已经说了，跟艾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没有。你爬不爬？不爬是吗？听，把他儿子也请过来。你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儿子。那就乖乖照我的话做，我就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啊？听，打电话。boss，你看，谁？是谁？到底是谁？boss，好像真的有鬼，我感觉毛毛的，不如我们快点走吧。人呢？那个混蛋呢？轻点，轻点。轻一点，这手很痛，我轻一点不会听。不用啦，小事，看什么医生？还好你帮忙，要不然就完蛋。报什么警啊，小事。哎，正义在这里。你也在啊？哎，你受伤了啊？小事。我接到简讯，马上跑过来。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问你哥了。我哥，许英豪，你跟他有什么过节啊？哎，一场误会了。误会？哎，你不要乱讲话啊！哎，你跟我大嫂有一腿啊？都说没有了一场误会。好端端怎么会有误会？你们到底做了什么啊？在你大哥跟大嫂认识之前呢，我已经认识你大嫂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你大嫂遇到一些问题，叫我帮忙，说要给我钱做点小生意，就这样子啊。哦。没事，我相信你。
是你大哥伤心就好了。他这个人猜疑心很重的，认定的事不会改变的。他现在不让玉阳跟他女儿在一起了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，狗眼看人低。玉阳不是富二代，他看不上眼的。什么年代了，身份不一样就不能够在一起？讲什么废话？我听说他有让女儿出国读书的计划，可能他是担心女儿学业会受影响，所以才会反对。那你也赞成玉阳跟他女儿不应该在一起？我没意见，但我们都是当爸爸的，为女儿前途担心，我可以理解的。你不要误会啊，我没有看不起玉阳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他们还年轻，思想未必成熟。再说未来的事，很难说的嘛，对吧？正义说的对，你还是提醒玉阳小心点。唉，啊，你累，你先回去，我留下来就可以了。我不累，没想到妈也昏迷这么久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回去找人事猪朋狗友？没有啊？没有，为什么会受伤？哦，你讲这个啊，你要拿那天搬东西不小心弄伤了。不信啊？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，你回去找那些流氓一点都不奇怪。所以我在你心里我还是流氓一个，对吗？如果你不是流氓，你为什么会坐牢？我问你啊，你小时候记得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吗？我只记得妈跟我说爸出国了，后来就告诉我爸死了，然后从小到大我就以为爸死了，根本不是还在监牢。那个时候你妈一定是很讨厌我，对吧？我没有照顾你们的，也不能怪她有这种想法。你到底为什么会坐牢？你做了什么？走私香烟被警察抓了。走私香烟，只是走私香烟，你会做这么久啊？你那个时候4岁，然后心脏有问题，要马上动手术了。所以你是为了筹钱，你才会被抓的啊？哎，那个香烟为什么会变毒品啊？我不懂，我真的不懂啊！警察抓到我的时候跟我讲说，那个香烟箱子里面有大麻嘞。所以你是为了救我才坐牢的啊？也不是这样讲。哎，总之就是年轻不懂事，怪不了任何一个人的。你也不知道里面是毒品啊，你被人家陷害的啦！我跟你讲，走私就是犯法。我没有被判死刑已经很幸运了。幸运？幸运个屁啊！幸运，你根本不用坐上久的啊。还有啊，如果妈知道你是被人家陷害的，她根本就不会这样讨厌你啊。哎，现在讲这样多也没有用啦，这个是我的命来的。哎，你有眼睛看啊！啊，所以做人呢不可以走错，一走错一生就完蛋了。哎，也不是我要讲你的脾气也不是很好的，对吧？不要看什么东西不顺眼啊，就要打又要杀的。做什么东西想想，要不然以后你会后悔。要听我讲，真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很奇怪，平时什么都不说，今天话这么多。男士们向前走。 Elsie Lee，太太，我去帮你拿药。
我要跟你离婚。敢背叛我，不知廉耻！是你先出轨，你的心里早已经没有这个家，你都不爱我了，为什么你不让我走呢？你想离开我？只要你肯答应跟我离婚，你开出什么条件，我都会答应你的。好，你把这20年来我在你身上花的每一分钱都还给我，就让你走。做不到是吗？你这忘恩负义的臭女人！这些年来，你拥有一切是谁给你的？当年你爸妈在国外看医生的医药费是谁帮你付的？全都是我！现在你竟然为了一个臭男人而背叛我，还要跟我离婚，你休想！那这些年来，我照顾你妈，照顾女儿，家里的事情都是我在看着，这又算什么？这都是你必须做的，难道还要给你算工钱？你给我听清楚，我对你已经没有其他要求了，你只要好好待在家里做你的许太太，不要给我丢脸。其他事情，我可以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，听到了吗？徐英豪，你根本就不爱我，我也不会再听你的话，继续当废人。我一定要跟你离婚。怎么这样子？只是扭伤而已。要打你啊？医生说是轻微扭伤，死不了。英豪去找你了，对不起，我连累了你。我真的是累了，我想离开英豪。英豪已经不再爱我了，我本来是可以忍，可是他现在越来越过分，已经不当我是他的老婆。我现在只有带女儿离开他，才能摆脱过去。不过我知道，英豪一定是不会放过我的。陈凯，现在只有你可以帮我，让我留在你身边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。我不想介入你的家事，懂吗？请你不要拒绝我，我是认真的。我愿意放弃现在所有的一切，跟你离开。我们像以前一样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我现在只想过一个简单的生活，啊！以前你跟我分手的时候，也是用同样的借口，是不是到现在你还没有忘记雪花？事情都过了那么久，现在拿出来讲做什么？要不是你先抛弃背叛我，我也不会意气用事，想也不用想就嫁给英豪。所以我现在有这个遭遇，你是不是也应该负责任？我没有背叛你，好不好？当初是你爸爸妈妈嫌我穷，说我没有钱，才硬要我们两个分手的。我能怎么样？为什么你不早点跟我说？你妈在我面前说要自杀，你要我怎么跟你讲？跟你分手以后，我就认识许完，那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情嘛。骗人！你到现在还想骗我没有骗你，信不信你？哎，
你是玉阳的朋友是吗？ Sorry， 哥，你认错人了。哎，我认得你的啊。是又怎样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如果你不想被警察抓，这包东西丢掉。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哎，哎，哎，正义，有事想请你帮忙啊。 对不起，迟到了。难怪你们2个今天约我打球。是我叫他们找你出来的，要怪就怪我吧。对啊，老大，Alfred 知道错了，Alfred，快道歉。那天你好像不是这样说的。那天我说朋友妻不可欺，可是我们是兄弟吗？那天是我太冲动了。我们做 brother 这么多年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为人，我就是这样的啊。而且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对他是认真的。如果知道的话，我绝对不会这么做的。如果你还是很不爽的话，你打我吧，我不会还手的。 打你浪费我力气。现在是怎样？和好了。男士们向前走。男士们向前走。 我是今天活动的司仪 Tim， 欢迎大家抽空出席 Code Holdings 最新的游戏发布会。上次那款爆红的亲子游戏和今天的新游戏，都是由我们总裁许英豪先生领导的团队精心打造制作。事不宜迟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许总裁。Hello， 大家好。 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发布会，一起见证我们公司推出的全新原创游戏。这是由我们公司顶尖的团队精心设计出来新游戏，我很有信心，你们一定会爱上这个游戏。徐总裁，我刚刚收到匿名消息说，这款新游戏其实是抄袭另外一家国际游戏公司的项目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？这些都是无稽之谈，摆明是有人想重伤我们公司。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，我们是这游戏100%的原创。骗子！你上次推出的亲子游戏是从我这里偷来的，这一次推出的新游戏应该也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吧？本来这是家事，我不想在这里说的。伟豪。 我知道爸爸没有把公司的大权交给你，你很恨我。可是你不可以因为这样就诬赖我们公司盗取你的游戏。我要维护公司的名节，你要钱我可以给你。可是如果你再污蔑我们公司，我会告你。是不是偷来的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我想很快就会有人来告你盗窃罪了。在你告我诽谤之前，你先跟你的律师讨论一下，怎么样给自己脱罪吧。 不用，我自己会走。各位记者朋友，想不想知道更多的独家爆料？我在外面等你们，跟我走吧。Boss， 不好了，真的出事了！出了什么事啊？一家国际游戏公司要提告我们，我刚接到对方的律师通知。 说我们剽窃他们公司要发布的新游戏，侵犯版权，打算提告我们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游戏明明是叶灵是卖给我的。Boss， 你自己看，他们的游戏设计跟我们一模一样。除了名字之外，
基本上全部细节都跟我们没分别啊。肯定是那个女人先把这个游戏卖给别人。 Boss， 还有一件事，他们已经找我们一步申请专利了。如果真的闹上法庭，我们的胜算肯定不大。赶快去联络律师，我要跟他商量对策。好。我们的计划成功了。你做的啊？嗯。那你明知道他会出事，你还跑过去那里闹，你不怕吗？怕什么？怕他告你诽谤啊！我说的都是事实，有什么好怕的？那现在他知道是我们做的，以他的性格，他肯定会向我们报复啊！我就是想亲眼看他出洋相。我揭发他的恶行之后，大家对他都改观了。他现在要面对国际公司的官司，还有媒体的追问，不会有时间理我们了。现在事情搞得那么大，万一查到我们身上怎么办？你想太多了，不会有事的。可是游戏是我卖给他的。你忘了，我们是私下交易，用的是现金，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游戏是从我们这里流出去的啊。可是迪尔，这明明是国际公司还没有推出的游戏，你为什么骗我是你设计的？还有，这应该是机密档案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你有没有听说过暗网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网络上灰色地带，那里有很多很厉害的 hackers。我花钱请那些 hackers hack 进游戏公司，偷了游戏的。你要死啊！那是犯法的。不会有事的。网络上的交易都是匿名的，用的是 Bitcoins， 就算是 FBI 要查，也未必查得到。你什么时候计划这些？为什么我不知道？从他害我，差点失去你跟 Chloe 那天开始，我就一直想着怎么报复。所以你就利用我引他上钩？迪安，你在说什么利用？这么难听。他3番4次害我们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我们一家人，有错吗？你不是跟我一样很恨他，希望他身败名裂，永不翻身吗？我是很恨他，也希望他得到应有的报应。可是你那么做会惹祸上身的。不会有事的。那只狐狸现在官司缠身，闹上法庭，他也未必有胜算。他现在害公司名誉扫地，看他怎么收拾残局。可是他有的是钱，他可以东山再起。那到时候我们怎么办？我听说他已经关掉了负债累累的实体店，之前的投资又失利，资金周转有问题的，所以他才这么急着要我的新游戏。他就是想借发布新游戏赚一笔，稳住人心。可是迪尔，你没有想过，如果他输了官司，把之前的心血都会毁了，你不心痛吗？你忘了，我还有爸的 Dual House Studios， 我只要好好的利用从许英豪那里拿到的钱，把公司搞好，就算是给爸一个交代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点东西吃吧，饿死了。Menu please。Hello， 你们好。可以开始了吗？除了你们2位，其他主管呢？其他人都走光了，公司就剩下我们2个。这样子啊，那我们开始吧。我这次回来是希望了解公司的现况。之前你都没关心过公司的情况，现在才来问，不是太迟了吗？哦，因为之前家里有一点事需要处理，我希望你们2位可以帮我多了解一下公司现在面对的问题，还有对未来发展计划有什么意见的话，你们也可以提出来。其实我们近2个月没领薪水了，不如你先解决我们的问题吧。可以啊，薪水的事我会解决的。
我下午开支票给你们吧。OK， 那等你把支票给我们再说吧。我跟 Alvin 还有事情要忙，如果没其他的，我们先出去了。蝶儿，你大哥派人找我麻烦。徐豪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你们不得好死，可以吗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有什么事你冲着我来，所有事情都是我计划的，你不要骚扰我家人。那游戏根本不是你设计，而是你偷了别人的游戏，再转卖给我，对吧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我有办法证明是你做的。好啊，不要让我失望哦。其实我应该谢谢你才对。如果不是你把我害得这么惨，叫我看清了这世界的残酷，我都不会成长。现在你尝到被害人的滋味，感觉怎么样？你这废物，你想跟我斗，你还不够资格。你先专心处理好你的官司吧。你答应我，一定要打赢哦，你才有机会继续跟我斗下去的。祝你好运。男士们向前走。这么早就来啊？你妈怎么样啊？还没睡醒。哎，买了早餐给你吃。哦。哎呀，你最近哦一定不够钱用是吧？哎，不，我有。没有关系，我真的省点花还够。哎，说到钱啊，你最近有没有看到那个胆小鬼啊？他一直发简讯问我够不够钱用，可是我一直没有看到他。你是讲正义啊？他其实很关心你们的。我懂这段日子是辛苦一点，但很快就熬过去的，懂吗？啊，没事的，啊。其实这段日子我想了很多，以前我从来没有为未来打算过，可是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，我发现人生真的不能没有目标，随便的活着。我打算等妈醒来之后，认认真真的找一份工作，以后换我赚钱养家，我不能让她这么辛苦了。这样子想是对的，不过你要先照顾好自己，才能够照顾家人啊。我还打算报名进修，我不想被人家说我配不上慧颖。谁这样讲你？除了他爸爸还会有谁啊？其实啊，你们两个在一起也不懂是对还是错了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你看，他要出国读书了嘛？你在新加坡，他在外国。反正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我不担心。我懂，但是他回来可能想法就不一样。然后呢？哎呀，我想你还是先专心做好你的工作，然后等他回来，如果可以在一起，不能再看怎么样了，对吧？原来你跟每个人一样，看死我不会成功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……哎，你不再说了啊，我都听懂了。谢谢你，可是我跟慧颖的事，不由得你们来决定，你自己慢慢吃啊。哎，慧颖，这是叫对名字吧？你又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叫秘书买的花，他跟我说再忙也要亲自送给你，这样你才会开心啊。我一点都不开心。为什么？你不喜欢花？是。好，你喜欢什么？我现在可以去买。只要是你买的，我都不喜欢。为什么？我不喜欢你，你不明白吗？今天是你爸叫我来接你的，他和我爸已经谈好了，我们先约会，互相了解之后结婚了，才不会有沟通上的问题。那是你爸跟我弟弟之间的事，你要听他们的安排是你的事。难道你不想跟我结婚？唉，我从来就没有答应要跟你结婚，我有我自己的选择。喂，等一下！干嘛动手？放开你的脏手！你是谁啊？我是她的男朋友。我警告你，
你敢再骚扰他的话，我对你不客气啊！胡须佬，走。都是我不好，当初就不应该答应这种商业联婚，要不然就不会有这种误会。其实你不觉得很可惜吗？可惜什么？你拒绝了那个胡须佬，你以后跟我在一起就要挨苦日子。你以为我是那种怕吃苦的富家女吗？开玩笑的啦。怎么啦？你心情不好？其实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有点不太适合？你为什么突然间这么说啊？我们两个的身份差距太大了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你就是那个100%对的人。可是我不像 Andy 这么有钱，能够给你过好日子。我要的又不是你的钱，只要你真心对我好，其他的我都不要。真的啊？不后悔？不后悔，因为只有你可以给我这样的感觉。每次只要一想到要回家，我的心情就很糟糕。可是只要一想到你，我就不会钻牛角尖，很快就会想开了。只要能让你开心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要在一起 ，OK？ 答应我。答应你。对了，放给你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等待对的人把这条项链送给他。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00天，我就祝你100天快乐。希望我们以后呢能够像今天一样，天天快乐。想吗？谢谢你。喂，去哪里？嗯？哇，穿成这样，去找男人啊？你喝醉了，我要出去。不准去！跟我回去！跟我回去！你别以为我不懂，你去找那个臭男人。千叔，不准开车啊！随便你怎么想，你忘了这是什么？我要挑战我的极限。如果你敢再动手的话，我就去报警。报警！来呀！报警！放开我！贱女人，回来！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好一点了没有？嗯。都几岁了，自己照顾一下自己嘛。陈凯，你应该有过那种真心爱过一个人的感觉吧？对你，我就曾经有过这种感觉。至于英豪，其实多少是因为有些赌气才跟他结婚的。结婚的后2年，他对我还很不错。可是后来，为了得到他父亲的信任，继承家业，他开始把心思放在事业上，到处去应酬，结果学会了花天酒地。有没有打算跟他好好谈一谈？没有用的，我们的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了。那有什么打算？离婚吧。
们向前走。还有一件事在我心中已经很久了，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。其实18年前，有一天我回去娘家，我遇见了阿金。那时阿金赌博输钱，为了还债，他找你帮忙走私大麻，他还警告我不准说出去。你讲什么？你知道阿金走私香烟里面有大麻的？那为什么之前不要告诉我？当时英豪已经开始玩女人了，我又看到你跟雪环那么幸福，我一时放不下，想起是你抛弃我，就把气发在你身上，所以，那为什么现在告诉我？那天你说是因为我父母反对，你才跟我分手的，是我错怪了你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后果是这么严重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想看到你坐牢的，陈凯，你可以不要恨我吗？哎，正义啊 ，Hello， 你最近在忙什么啊？忙着处理公司的债务哦。现在钱快花完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不说我了，你呢？你打算抢走我大嫂啊？不要乱讲话啦！啊？走私大麻跟我大嫂什么关系？艾斯跟我说，当年阿金一早就知道那些走私香烟里啊有大麻，所以你是被你兄弟出卖的？兄弟，一起长大，出生入死，这种叫兄弟。金哥，凯哥找你。阿凯啊，哇，难得兄弟过来，哎，拿个杯子来，我要好好的跟兄弟喝2杯呢。不用了。怎么了？有东西要问你。什么事啊？你早就知道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当年走私香烟的货其实是大麻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认识那么多年，我是怎么样的为人，你不清楚吗？你说，我也有可能去害你吗？你一早就计划走私大麻了，对不对？当然不是了，你听谁说的？艾斯，他说你亲口讲的。他肯定是越老越糊涂，记错了。我当年有说过，我是要做走私香烟的生意，我也是被那帮人骗了。你真的不知道？阿凯呀，我也是被人家陷害的。当年你急着来找我借钱，我才会想到去做走私的生意。你认为我会陷害你吗？你可是我的大恩人。当年你把一切扛下来，这份恩情我一直记到现在。再说，当年走私赚到的钱，我1分钱都没有拿，全都交给你老婆了。你说，我有没有可能为了钱而出卖你呢？
要相信我。你自己小心点，警察盯着你。放心好了，我不做贩毒的生意，警察要查就让他们查，我不怕。你没有不代表你手下没有，你最好劝一下他们。中天，走了。小老板，我们打算做到这个月尾就走了。薪水不是付给你们了吗？你们不是说给我时间吗？我们也不想这样，可是我们还有家人孩子，就算我一个人不吃，他们也是要吃饭的啊。难道你们忘了当初加入公司的初衷？我看过公司的资料，之前你们对公司的付出，我都知道的。这里有你们的心血，你们这样子放弃，舍得吗？除非我们推出一个惊天动地的新游戏，那公司还有可能起死回生。这样吧，如果你们留下来，下个月我加你们30%的薪水。现在就看你们有没有决心跟我一起打拼。我保证，如果公司能够翻身，我不会亏待你们的。怎么样？谢谢。是不是资金周转不灵？要不然就听灵芝的话吧，把公司给收掉了。为什么要收？连你也不相信我是吗？不是，儿子，你不要生气，我们只是在帮你做最坏的打算。妈，其实除了钱的问题，我还得想出新游戏的点子，公司才有机会重振旗鼓。我就不相信我做不到。儿子，你行的，妈相信你。谢谢妈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走了。去哪里？宝贝要下课了，我去补习中心接她。哎，我煮的糖水，待会你记得喝。谢谢。公司现在人丁单薄，不像国际游戏公司人才济济，肯定有不少出人意表的新点子。要是我有机会参考就好了。只好让宝贝再帮我一次。喂，昨天的钱收了吗？哎，大哥，人到齐了吗？上车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是缺钱吗？我们说好有钱一起赚的。走啦。男生们向前走。我是警察，就算隐形也不会做犯法的事。你们只看到我。从今天起，正义将升为当组长。讨回公道的方法有很多，为什么一定要拿他们爸爸辛苦创立的公司作为牺牲品呢？他想挽救的不是爸的公司，是他儿子。我们只是希望你见好就收，不希望你以后后悔。你把他逼到悬崖，万一他跳下去，那怎么办？我只是想让那只老狐狸尝试一下失去一切的滋味。真正的报复不是以牙还牙，而是让对方后悔他曾经对你做的那些坏事。我宁愿花钱打官司，也不会让你得逞。你会回来求我的。做人别太过分。随便你怎么说，你有2个选择，同意还是不同意。